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戴上我刚买的那个国产雷鸟眼镜，一边走一边出来，跟大家一边是看看我们广西桂林农村，另外呢，也给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想说的话题。今天呢，我就想说说中国免签啊，以及今年上半年入境中国的外国人人数创新高啊。我刚刚看了一个数据，今年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已经超过了3800万人次啊，也就是入境以及出境的人3800万，全部出入境中国的人数超过了3亿3300万人次，其中外国人数呢超过了3800万，也就是外国人的人数呢相当于全部出入境的超过10%吧。大家看桥墩呢，这里是一条新的高速公路，是中山到桂林的高速。你看到时要穿过这山呀，然后还要穿过那个山的中间，又要打洞，打那个隧道。这岩石是非常坚硬的啊。另外呢，在外国人当中，持免签的啊，就是持护照就来到中国，说走就走旅行的那些外国人呢，占到71.2%。大家看看这栋别墅还是蛮有气势的，而且风景呢也相对来说不错。但是，你看它那个台阶有3个高高的台阶，就是非常不利于老年人的出入，非常不方便。因为听说啊，这个台阶3个嘛，步步高升的意思，所以很多人建房都会使用这所谓的3个台阶。但是我认为呢，没有考虑到今后人老了怎么办。而且我发现现在大多数人嘛，建房没有考虑到装一部电梯。其实现在电梯不是特别贵啊，比如说几万块可能就可以装了啊，可以上2、3层的。如果装上，我认为呢，可能会带来更多好处吧。还是这个意识的问题，这个应该是那个废水处理站、污水处理站一个点。对，刚才说到呢，免签的人数超过1500万是入境啊，出入境相当于超过3000万。然后呢，入境免签的人呢，占全部外国人71.2%，免签的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了53点多，这成长率相当的可观呀。所以这个免签政策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他们来到之后，他们看到的中国和他们媒体宣传的中国是可以说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免签或者说反正来中国的外国人越多，就能越来越打破，特别是西方媒体那种话语权，打破他们那些抹黑啊这种假新闻，对吧？这种很多散布的东西都是不实的。哎呦，大家看看这一棵大大的那个芒果树，有些套了那个纸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人家偷吗？还是为了防止这个虫子啊、鸟啊来叮？挺大个的啊，我觉得那种应该是一个都有超过500克、600克了。是什么品种？因为我不是种植芒果的人，我们小时候也没有芒果。这个芒果树也是近10-20年才有的，因为呢，这也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标志。我们小的时候，这里冬天会下雪的，很冷的，怎么可能有芒果呢？现在芒果啊、荔枝啊、龙眼，原来热带的水果都可以在我们这里了。还有呢，那个火龙果在我们这里也可以生长了。所以这个气候变暖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我认为，因为现在一个冬天或者几年都难出现一次所谓的下雪。我们小时候可以下鹅毛大雪，你看那里又有一棵那个芒果树掉到外面来了。还有大家发现吗？在我们广西是没有围墙的啊，就是大家建一栋房子就这样一栋是没有围墙的。这栋刚刚建，还没有装修。反正几乎啊99%的住屋，我们广西的，至少我们桂林这一带是没有围墙的，敞开，你想进就进。你看那栋也一样，对吧？
是没有围墙的。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广西的风俗吧。你看右边这都是野生的香蕉、芭蕉都挂果了，很长一串的香蕉我看见了啊，这都是野生的，谁都可以来砍。到时熟了，你真的可以来啊，你外地也可以来。两边因为没有牛，你看草特别高，那路其实要比现在更宽，但是它那个野草啊，把两边的那个路都占据了。这个不是什么人的居住的地方，是比如说可能养鸡啊，它那种走地鸡，对吧？它晚上呢回那个小屋去，这个也一样，不是人住，而是给鸡住的，遮风挡雨的一个鸡舍吧。我特别喜欢这个悬崖，因为上面有个山洞，山里有个洞，洞里可以住人。然后呢，我想起来，以前日本军队啊，失败之后呢，撤退，经过我们这一带，所以呢，当地的村民那个时候呢，只能到山洞里面去躲避啊，所以就住在里面好几个月。它这洞啊都是互相通的，可以通到地下去，所以山洞里面有水，然后呢，你可以把柴火什么的弄进去，那就可以在里面可以住好几个月都没有问题。然后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我的想法呀。你看这山，它是不仅是90度啊，而且有点像里啊，所以你想那个攀岩根本就不可能，或者可能你就非常有技术才可以。另外呢，我就想到有些轻生的人，真的想跳崖，在这里也跳得下去，也可以死。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这里啊，所有的山呀都是光秃秃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几乎是有几年连电都没有。我小的时候，那么我们本地人做菜呀、煮饭呀、炒菜呀，都需要木柴、柴火。那怎么办？我们这里没有其他的地方，只有这种山。柴火的地方，那只能到山里面去砍喽。当时这里其实是长山，但是我们村民要过活啊，活下去没办法，那就我们小的时候去偷，当时是非法的。我们来砍柴火，我们小孩子嘛，放学之后都每个小孩都来这山上去砍柴。这个树啊，山上的树都长不起来，一点点大都被砍掉了，哪像现在这样？现在生态恢复得可好了。你看这两边这草啊、野树啊，都快长满这小路了。这路也铺了那个水泥，平时很少人走。你看我走了那么久都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人，我有点害怕。其实晚上我是不敢走的这种路，野生动物也有可能啊，你也不知道，或者毒蛇啊都有可能。这有人来钓鱼的，垂钓的啊。三蹦子也出来了，你看这里的山的风景也不错吧，对吧？这右边是我们村的山，都长满了藤啊、树啊，全长满了，就是热带那种雨林的特色。所有的树都长满了，大部分都是常绿植物。下面你看有野生的芭蕉，野生出来的。经过一个竹林啊，非常的幽静，特别好，感觉特别好，而且路也很平，所以在这里啊，骑自行车、骑行啊，像或者我这样用电瓶车也挺不错的。这是另外一条小的溪，汇入那条河，那条河叫市江河。你看这里也有很多野生的芭蕉。前面说到就是免签外国人进来之后就可以可以说大大改观吧，一传十，十传百，又加上一些博主拍的真正就是呈现中国真实中国的那些视频也非常的好。哦，这里很多黄皮哦，让全世界的观众啊能够看见真实的中国，这是很好的。所以我就特别的赞成中国政府这个免签政策。虽然是单方面啊，有的人心里有点不平，但是从整个长远的国家利益来说，
改变中国人呢，在中国人在全世界人民面前那些印象啊，还有可以增加在中国的消费啊等等都有好处。我认为呢，好处远远大于坏处啊。你看这个村也非常的好，小桥流水人家。这都是村民盖的小洋楼，对吧？2层3层的。这个是杨梅这一株，啊，龙眼，对不起，龙眼说错了。这是龙眼还是黄皮？因为它们的树啊特别的像。这也是龙眼，对，是龙眼。我先把车停在这里吧，先走一下看看这个小村庄。等一下我要开过去的，大家别担心，不会掉下去的。前2天上面下了大暴雨，所以水不是特别清，但是水量还是蛮大的。你看上面有人家养的鸭子啊，在河中间。这应该不是野鸭，是某家的。这风景也不错。这个山其实是我们村的，但这房子这地这里呢是另外一个村的。那个山也是我们村的。哦，小朋友在游泳。这水相对应该是蛮清的，就是清洁度啊，因为里面山区下了雨嘛，所以上游没有那么清，就把下游的水也弄浑了。他是要等我过去可能吧？你看。他要等我，所以我就回来了。大家都在等啊，那我快一点啊！我跑的话，大家觉得怎么样？画面稳定吗？这里有个卫生间，但是卫生间我觉得卫生状况有点堪忧。他们村的卫生间，所以我就不想带大家去看看了。大家看看，这村民的小洋房，你们觉得怎么样？这就是现代啊，我们广西桂林农村，相对来说比较典型的住房条件，目前是这样。大家注意，我现在准备上桥了啊，看看我会不会掉下去。开始喽，上来，这个桥可能就2米宽，2米，很响，对不对？我们从这个村走一走看看，我特别羡慕他们这里搞一个观景平台呀，茶桌在这里啊，坐着喝茶喝咖啡，非常的漂亮。它用水泥搭起来了，这里更高了。这个平台你看，在这里。禁止倒垃圾。这里有多少果树？我可以告诉大家吧。那个是柿子，这是枇杷，前面是黄皮。我们再近一点看黄皮，这里你想吃的话可以随便摘的啊。虽然是属于人家的，但是现在因为水果太多了，所以大家吃也可以。味道还可以。那有个亭子。你看，这也是人家的，在这里的住房，真的不错。雨在好效果。好，这就是他们这样居住的环境哦。好，我们继续往前吧。我们说到外国免签来中国。我是特别赞成中国政府的做法的，真的可以改观，特别是西方话语权掌握下的数十年妖魔化中国、抹黑中国这种形象啊，真的可以改变。因为他们看到的中国和他们媒体宣传的中国是2个不同的中国，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啊，比如说油管啊、Insta 上面，还有 TikTok 上面，抛出发表关于中国这些视频。
这样让全世界人知道现在2025年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对吧？所以有很多博主来了之后就感叹呀，其实这个世界，中国这个呈现出来世界是2050年的世界，就说明啊，就是他们那个国家，他就觉得他们那个国家已经落后于中国了。确实，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领先了。你看，这个是污水处理站，这你看就是原始森林一样了，野的那个芭蕉、香蕉就出来了，还有竹子，各种各样的树。这条路也是前几年铺好的，也是为了方便当地的村民出来做农业。啊，我特别喜欢我们这里，虽然夏天非常非常的热啊，然后湿度非常大，但是到处都是绿啊，绿油油的，因为绿的真的出油一样，它绿是墨绿色的。你看，大家看见吗？这是有香蕉，对吧？或者芭蕉，已经开始有果实了。这个它没有砍掉，下面那个花蕊，好多芭蕉啊！你看。这都是野生的啊，也就是没有打农药的，自生自灭。还有给大家看看这个山，特别的陡呀，陡峭的90那个角度跟地面的角度是90度，特别的直，像一幅墙一样，真的像一道墙。也就是说，你从山或者某个人从山掉下来。那肯定小命早就没了，不可能爬上去。然后大家看看路边有太阳能的路灯，现在好像也是标配吧，农村都是有这种路灯的啦。我想问大家，这种花叫什么花？我一直不知道。它的颜色特别好看，像这种花是什么？它可以长得很高的这树，这颜色特别好看。它可以长得好几米高的啊，是一种树，不是草。前面我看见白鹭了，现在也很多白鹭鸟，表示生态恢复的不错。因为我小的时候，这种鸟是几乎是绝迹的啊，没有。所以外国人越来越多，那对中国软实力的这种向外推广也是很有好处的。就加上可以帮助中国服务业啊，比如说酒店啊、餐饮业，这个提振也有好处，对吧？然后呢，大家来看到中国这种快速啊、便捷的高铁之后，也对中国这个基础设施印象非常的深刻。有的网友问我，要叫我专门做一期。就是外国人免签来中国怎么入境？其实我觉得没必要专门做一期节目，我就说就可以了。其实只要你是免签国民，那你就直接拿着护照来，不用任何的理由，直接拿护照买个机票，来回机票，连酒店都不用订，说走就走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入境他也不会问你很多问题，几乎不会问，不像美国那样到处像盘问你。中国至少我经历过的，还有我的朋友跟我一起来中国入境的时候，没有被盘问，不像美国那样，也没有进小黑屋。我停一下给大家看看我们这里的一切，你看这无敌的风景。我的鼻梁有个小虫子上来了，我得动一下眼睛。这里有花生，它很多杂草啊。花生里面很多杂草，你看那有一些香蕉是人种的吧？大家看看这里的那个山，风景怎么样？那个小山顶有个小亭子，可能大家偶尔就是勉强看得见吧，朦胧的看得见。然后这些山，其中有个山，你看这3个山头是不是很像象形字那个山？这里是笔架山，这个。也就古代那种放毛笔那种架子一样，叫笔架山，是不是非常的形象？对吧？非常的形象，笔架山。我这样放到画面中间吧。
笔架山的前面就是这个小山，小山的顶有个亭子，这样一点大家看得见了吗？对，就是免签国的国民，只要你带上一本还至少6个月有效的那个护照，买上机票来回机票，然后就可以飞来中国了。在入境的时候，他海关人员不会问你很多问题，几乎不问，非常的快，通关也非常快啊。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担心，只要你不违反中国法律，不带什么毒品啊进来，那你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好的，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边走，一边跟大家说，就是现在免签，今年上半年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啊创新高，特别是免签国的人，他比去年成长了50%多呢，超过1500万，入境啊出入境超过3000万，创新高。免签国的人来中国非常的方便，直接带一本有效期6个月，至少6个月的护照，然后买上来回机票就可以来中国了，没有其他的任何你需要担心的啊。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吧，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见。